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今天是 1.0.72 版本更新，抢先看。国际服将会在明天8月8号更新，至于国服，我看他们的公告是要等到10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有什么活动，还有什么更新。那么真的是被我猜中了，这一次还是用旧的皮肤，工兵攻击力提升 5%。骑兵防御力提升 5%， 步兵防御力提升 5%。 那么这些皮肤呢，都是通过哈利波特转盘拿到的。这个活动要不要玩就见仁见智啦，其实里面的奖励也不算是很丰富，没有考虑要拿皮肤的玩家可以跳过这个活动。那么也是一样持续5天的任务，可以拿到特定数量的幸运币去转哈利波特转盘。其他的活动还有包括争分夺秒、遗称纷争，再来就是好感度系统，这个东西在之前的公告里面有提过，就是一些小互动的游戏而已，需要跟 NPC 人物对话，有机会可以获得金苹果。除了金苹果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奖励。然后回去自己的城市，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多出了一个统帅，在你的城市周围跑来跑去，只需要点这3个点的对话框，会出现3个选项。第一个是送礼物给统帅，就可以把刚刚拿到的金苹果给予这个统帅，提升好感度，好感度越高就可以解锁更多的故事，后期还会解锁一些表情包。中间的对话选项就是跟这个统帅聊天，聊天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小奖励。最后资讯的选项点开之后，可以查看这个统帅的一些信息，比较详细的资料，还有你们提升了等级之后可以查看到的一些故事，还有包括语音啊、表情包之类等等。这个东西其实在另外一款游戏《万龙觉醒》里面早就有出现过了，毕竟是同一个运营公司、同一个开发公司，所以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，也算是正常。不过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万龙的界面，觉得有点乱。点击统帅，点击资讯，可以看到统帅的简介、对话、传记，也就是他的故事，还有贴图等等。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花钱的，就看你们要不要去培养自己喜欢的统帅而已。还可以看到一些记录故事、统计消耗的话应该是金头，还有一些之前的对话，全部都可以在这边查看。又或者是你对统帅的故事有兴趣，也可以点击，分别是2468可以解锁故事。那统帅的语音其实跟原声差不多，也是到达一个等级之后就可以解锁了。最后就是贴图、表情包，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统帅，就看你们喜欢哪个统帅就把它放在城市里面。不过希望之后可以加入更多统帅啦，我希望萨拉丁在我的城市里面。接着 KVK 的部分，在 KVK 结束的最后3天将会出现一个排行榜，这个排行榜跟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记忆书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之前我说的全部都是看个人信息啊，比方说自己杀了多少的野蛮人，死了多少兵之类等等。这一次的更新之后，我们将可以看到全部玩家的排行榜。那这里有区分为治疗最多、击杀最多、阵亡最多的玩家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可以拿来做 DKP 了，各位官员们不用这么辛苦了，因为官方数据肯定是比我们自己记录还要更准确的。毕竟前阵子我听到一些朋友说，某一个王国他做假数据，然后拿到最终占领。那么有了这个官方数据的话，之后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。这个排行榜也不是只是显示3个玩家而已，会像我们平时的列表一样列出来全部玩家。那我觉得比较大可能是100个玩家而已，只有100个排名是没有办法记录每一个玩家的。但是这里有分别为个人、联盟跟王国，我们还是可以用这里的数据来做计算的。那么也是一样，看你要选择治疗、击杀还是阵亡。我个人觉得最满意的部分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，还有包括之前的可以看个人信息之外，这个也算是不错的。再来个人界面那边也是更改了，就会变成这样子。你们可以看到其他的活动排名，这里分别有3个奖位，第一个是奥林匹亚之巅，第2是埃及之战，第3是失落之地的排位。这个界面改的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，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大的都是看到战力啊、击杀，还有下面一些成就。在更新之后，成就墙就会跑到自己的头像框下面。不过我觉得这个界面其实有点像那个王者荣耀，不懂你们会不会这样子觉得？当然这些奖牌呢也是可以点开的，可以查看一些详细的资料，比方说你杀了多少的部队，治疗了多少部队，损失了多少的兵力。奥林匹亚之巅是讲你的段位到什么等级了，赢过多少次，胜率有多高，收到多少个玩家点赞。埃及之战就可以查看你赢了多少次，参与多少次的战斗，冠军头衔每一场击杀有多少，重伤治疗部队参与次数全部都有记录。现在个人信息是真的非常详细了。至于报告合并，就跟我之前预测的差不多，就是你可以把2-3个报告全部合并在一起，但是只能同一个统帅。就比方说画面上显示的埃塞尔其实打过2场野蛮人，第1跟第2，合并起来之后可以更方便查看你拿到什么奖励，受到多少的伤害。当然的，如果你要看单独的报告，就要点左手边选择其中一份，就像我们平时看的报告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更新。
尤其是打仗的时候，你们想要看这个统帅到底是赚还是亏了，这个东西就很好，可以更方便的去查看。还有公告里面有提到的预设统帅，在更新之后，你们可以看到门口有这个绿色的标记，点开之后就会看到这个界面，你现在是用什么统帅来做驻防，使用多少的兵力，当然你可以预设其他的部队。比方说一些玩家有很多驻防统帅，就可以选择第一个栏位要放什么统帅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要放什么统帅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在万龙觉醒也是有了，我就用万龙觉醒的画面演示给你们看。像我现在画面上演示的其实是有放3个栏位，你可以选择哪一个统帅你之后要驻防用的，等级越高可以解锁的栏位越多。不过我相信一般的玩家应该是没有这么多的驻防统帅的啦，所以有没有的解锁其实问题不大。最后就是争议最大的派兵部分，当你要派兵的时候可以勾选你要派哪一个部队，你可以单独点右手边的部队，又或者是你要全选的话直接勾选最下面的按钮就可以了。比较多玩家担心的就是如果出现这个东西之后地鼠会被变得更强，还有像是要开集结打旗帜或者是要塞之类的，旁边的城市可以一下子派7队队伍出来，玩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。不过你们还记得吗？在我之前的影片里面有提到，官方其实也是有顾虑到这一点，所以才拖了这么久都没有出现一舰7队。那既然它已经出了，就表示说他们可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画面，那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当派出部队的时候，右手边它是有一个进度条的，并不是马上就出7队，依然还是一个一个队伍慢慢走出去。那么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概念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。这个功能是更方便你派出部队了，不需要一个一个部队慢慢去点。但是派出部队是有进度条的关系，它不会马上全部派出去，就模拟我们平时派部队的速度差不多。但是有些观众可能还是觉得，这样子也是很快呀，做低鼠也是可以呀。那么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万龙觉醒派7队的画面，选择好部队之后派出，就是这么快，没有缓存，没有进度条，马上就可以全部队伍移动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对比，左手边万国，右手边万龙，同时间按出，但是万龙已经全部出去了，万国还在一个一个跑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是有地鼠，它也是一个一个部队慢慢走出去，它第一个部队打到了，人家发现到也是会打他后面的队伍。相比之下，万龙就快很多了，只是一舰真的是7队全部跑出去。那起初我们的想法要一舰7队呢，只是要为了方便自己而已，而不是要做地鼠。那么像官方现在这样子的设计，就是一个一个部队慢慢走出去，有进度条的话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还是你们觉得要像万龙觉醒这样子，一舰全部都派出去，没有等待时间，没有进度条会更好？又或者像之前提议的，派出去之后需要等一段时间才可以回城市，这样子的更改会更好。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更新内容抢先看，你们觉得这一次的更新怎么样呢？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报告的部分，更方便查看了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